楚风等人通过来时的隧道离开，顺利见到了仙海鱼族族长等人。因为老猫催促，楚风也是间断的与仙海鱼族族长等人讲述了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得知楚风要去七界圣府，仙海鱼族族长等人本想跟随，可楚风却坚决不肯。仙海鱼族族长之所以想去，是觉得欠楚风恩情，想出一份力，却也深知有老猫这种人物在，他跟随的意义确实不大。于是和楚风要了一封介绍信函后，便打算率领仙海鱼族的大军去与图腾龙族会合。毕竟他知道楚风与图腾龙族的关系，若是能够守护住图腾龙族，那也算是还了楚风部分人情了。小鱼儿和仙海少羽本来也想跟着楚风去，但楚风自然也是不肯，无奈只能跟着自己家族一同去图腾龙族。而在前往图腾龙族的途中，仙海少羽更加详细的对他的爷爷以及父母讲述了在远古战族遇到的事。得知具体经过，仙海鱼族高层皆是面色凝重，毕竟老猫的出现无疑是再度冲击了他们的认知。只是融合残骸都能如此强大，那所谓的远古圣兽巅峰之时将是何等存在？远古种族到底还有着多少我们所不知晓的厉害人物？向来乐观的仙海少羽爷爷脸上都涌现出了悲观情绪，他很担心，除了神族和远古圣兽外，远古种族还有更恐怖存在，这叫他们当代武者如何应对？楚风这边，老猫拿出了一把剑，此剑原本3尺，此刻已化作10米，那不是兵刃，是宝物，用来赶路速度极快。当然，也只是相对于正常赶路而言，自然比不过9天密地的传送速度。不过因为老猫这个人比较复杂，再加上借善仙也在，楚风便没有选择用9天密地来赶路，而是与老猫一同盘坐在这把剑上，于空间隧道内飞掠。算一算时间，距离七界圣府也应该不远了。在这途中，老猫一直在与楚风聊天，可总会装作不经意的询问一下关于楚风父亲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但很多事情是楚风也确实不知道，毕竟对于他的父亲，他也不怎么了解。楚风兄弟，你这嘴可真严，我是出于对你父亲的感恩之情，才想多了解一些，又没有别的心思。眼见楚风问啥都摇头，老猫也是有些无奈，真不是不告诉你，我是真不知道。楚风说道，但老猫自然不信。这样，本大爷告诉你个秘密，你可知真龙大人为何要进第9道天河？那其实是我本大爷告知了他修武界的秘密。老猫说道。什么秘密？楚风问。虽说丧失了部分记忆，但有些记忆还是在的，本大爷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如今的8道天河与远古时期的并不一样。老猫说道。现在的8道天河是假的？楚风问。不是假的，而是缺失了很多世界，存留下来的许多世界也不同程度的变小了，具体原因不知，但天地能量也是非常的薄弱，远不及远古时期。但种种迹象表明第9道天河没有变化，所以你修武者想要有所突破，必须进入第9道天河。老猫说道。老猫的这个说法倒是与那之前从神族手中救下的那位中年红袍人说的很像。楚风兄弟，你看这种秘密本大爷都告诉你了，你父亲的事就别藏着掖着了呗，本大爷真的没有恶意。老猫又道。老猫，我真的不知道，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父亲应该只是帮你，没有对你不利的想法。况且你可是远古圣兽，若真有不妥之处，你应该感觉得到吧？楚风问。你看，狭隘了吧？怎么就将本大爷想得那么坏？我怎会对恩人有如此怀疑？本大爷真的只是更多的了解恩人而已罢了。你不愿说，本大爷不问便是。你看本大爷是怎么帮你将你母亲救出来的？区七界圣府，今日就让他见识一下本大爷的神威。老猫说话间取出一张符纸，符纸上也有远古战族族长的气息，说明这也是他从战族手中夺回的。符纸随其法诀化作气焰，融入身下的长剑之中。下一刻，周围结界之力四下奔腾，那把长剑竟破开传送隧道，来到了无尽星空之中。而浮现在不远处的一颗巨大星辰，正是七界圣府的大本营。只是七界圣府所在的巨大世界，比之以往有所变化，更加的明亮。是大阵，肉眼可见的大阵，护住了整个世界。哟呵，这是龟缩起来了呀！楚风兄弟，你有方法破开这阵法不？老猫问道。楚风也在认真观察，但却根本看不穿那座防御大阵。我若有方法，便不找你了。楚风道。既然如此，那咱们便强攻，看本大爷的手段。老猫也不废话，对着那巨大的世界抬手便是一拳。别看其身形渺小，可这一拳轰出，虚空震荡，磅礴的武力拳头宛如一颗小型世界，带着绚丽的金色尾巴，划破星空，直奔七界圣府而去。只是这凶猛的一击打在七界圣府的防御大阵之上，那大阵不仅毫发未损，甚至连一点轰鸣都没有发出，就好像老猫的攻势被吞噬了一样。我擦！老猫都愣住了，他想到过这一击可能无法攻破那防御大阵，毕竟这也只是他随手一击，可他没有想到这一击竟连挠痒痒都谈不上。见状，楚风也是第一时间开口：“老猫，快走！”闻言，老猫也是反应过来，这么厉害的防御大阵，足以说明他们还是低估了七界圣府的力量。而七界圣府拥有如此厉害的防御大阵，谁又能保证七界圣府没有同等级别的攻杀大阵呢？然而，老猫刚拿出一张符纸，一股力量便自身后袭来，转眼间便覆盖了楚风与老猫。但不仅仅覆盖住了他们，那力量的覆盖面积极广，他们被封锁住了。尽管还能勉强动弹，但却极为迟缓。老猫还是催动了符纸
符纸化作气焰融入身下的大剑之中，大剑一阵光芒闪烁，但却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我擦，糟了！老猫脸色已从先前的狂妄转化成了担忧。这符纸本能让他们快速地进入附近的传送隧道内，让他们以极快的速度离开此地，可眼下却是没有了效果。可见束缚他们的阵法力量不仅仅是束缚住了他们的移动，还限制了他能使用的手段。眼下楚风也在使用天眼认真观察，想看看有没有方法脱离这种束缚。可就在此刻，老猫的爪子递了过来，爪子上是装着那块黑铁的箱子。顺势观望，老猫的另一只爪子上拿出了一张符纸，那是楚风和真龙大人帮他修复的传送符。而老猫也在看着楚风，表情带着些许抱歉。楚风兄弟，你若能够脱困，这就当是我送你的了。你若不能脱困，待得本大爷日后修为增进，定替你灭了7界圣府，为你报仇。听到这里，楚风赶忙问老猫：“你啥意思？你要弃我而去？”楚风兄弟，你别怪我，我这好不容易恢复了部分血脉，本该是重铸辉煌的，不能死在这种地方，那未免太憋屈了。就当我欠了你一个人情，若是还能再见，我再补偿你。话到此处，老猫便捏动了那张符纸，符纸化作强大的力量。老猫，别这么不讲义气，带我一起走啊！楚风之所以这样说，他感觉到了那符纸化作的力量其实很强，是可以带着楚风一起走的。可老猫还是将那全部的力量笼罩在了自己身上，下一刻光芒消散，老猫不见了。妈的，这猫果然靠不住！楚风一阵无语，那符纸的力量完全可以带着楚风一同离开，只是老猫担心分散力量给楚风不保险，于是独自享用了那符纸的全部力量。其实楚风也有传送符，但是在7界圣府那阵法力量的束缚下，显然也是不会发挥效果了。此刻楚风看到一道结界门自7界圣府的防御大阵浮现，紧接着一艘艘7界圣府的浮空战船飞掠而出，直奔楚风而来，显然是发现了楚风。可也就在此时，一股结界之力却自楚风体内散发而出，包裹住了楚风以及老猫留下的箱子。那股结界之力的推动下，束缚楚风的阵法力量竟然开始失效，楚风开始快速地向远处的星空飞掠而去，速度远非7界圣府的人马可比。此刻楚风松了一口气，好在还是有靠谱的，他能感觉到世界善仙出手了。